大家好，这是2024年11月12号，我到山阴出差的第3天。那我是住在鸟取的饭店，这一间饭店的早餐是不错的，水准很不错，可以吃饱喝足这样。准备今天的行程。那今天的目标是前往鸟取这边最有名的漫画家青山刚昌的老家，去看这个柯南。那要到这个北荣町这里，其实如果开车的话，不是大概45分钟，那就沿着海岸线一直往下开就到了。但是呢，如果今天你要搭电车，那它就比较困难，因为这边的电车班次相对比较少，虽然都是在山阴的线上，那这边通常会建议搭山阴本线的特急，搭到仓吉车站，然后再转车往鱼子的方向站到两车站。这个时间上其实没有很久，但是有可能会因为转乘，可能要等40-50分钟的时间转乘。那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好，基本上没有什么雨，然后也经过昨天的这个湖山池，非常的美丽，可以看到山的倒影。那接下来会经过的是海岸线，这是日本海。可以看到，在日本也是蛮多太阳能板的。今天要到柯南的故乡，不过车倒是没有像昨天有柯南的装饰。那现在抵达了仓吉站，那这一站呢，它在山阴本线上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车站，所以特急都有停。那现在主要是要来这边转车，它就是我们要继续往西走的话，下一班车大概要1个小时，所以我就要出站，那到外面散步一下。这里有接驳到其他地方，就是有一个有名的花园的一个接驳车。那这边有梨树，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个20世纪里，它在鸟取这边，也就是仓吉这边有一个纪念馆。仓吉这边它有几个温泉区一些景点，它本身呢市区这里也有一个400年的商店街，还有附近有600多年的打槌球，不算是还不错的一个景点，所以到山阴地区有时间就会来这里。那上井神社刚刚经过这个，它在这个山里面，那整体的感觉还蛮宁静，也不太会有游客。那经过上井神社，继续往下走，这个山边的小路往下走，那会经过比场田神社一些，然后最后走到外面的路。那其实它都看起来好像在山里，其实它是沿着铁轨线往下走。那这个神社的区域呢，它有一些建筑物是镶在山壁，就是跟山壁融合在一起，蛮特别的一个设计。那接下来呢，经过鸟居，那往车站的方向走，车站距离这个下一班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慢慢走也没关系。
那相对北口，刚刚的北口那边是靠山，比较少房子。那这边南口看起来就热闹了，有些建筑有商店街这样。简单的在南口附近稍微散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采集的植物，那就朝去搭车。后面这一段大概2站就可以抵达我们要前往的车站。那当时有遇到一个蛮特别的情形，就是它是比较短的车，然后它这个车子本身呢，它不是所有的门都有开的，所以我隔壁有几个也是要来这一站下车，结果他一直站在那边以为要开门，然后他就被载到下一个站去了。那这边的班次又不是很密集，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很麻烦。这个车站呢，一抵达后就可以有2站哦，你就可以快的看到有大量的柯南、青山刚昌的手机，这个他的作品《名侦探柯南》里面的很多角色，很多很有趣的漫画的一些就是装饰，还有很多海报。那这边呢，最主要是要从这个有2站出来以后，一路往海边的方向走。那海边最后会有一个，就是青山刚昌故乡馆。那在中间呢，则是有一个，在走的路途上就会经过，它地图上就会写各式各样的柯南的角色的雕像，所以我当时就是依照地图上面标记的一个一个去把所有的雕像收集起来。从有2车站开始走到海边的青山刚昌故乡馆，大概是1.5公里。那中间有一个米花商店街，则是在大概700公尺的地方，所以大概可以抓20分钟的时间。那另外也有公车可以到海边这种，不过如果搭公车的话，就会少掉很多沿途看得到的有趣的雕像。这边呢，再找就是地图上有标记的几个雕像，我最后找到这里，原来在市役所的前面，这里有几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刚变身的新一。那简单来这边拍一下照以后呢，又继续走回原来的路上。那接下来走到海边这柯南大桥，那过了这个桥是河边，然后过了这个桥呢，快就可以抵达华商店街。那这里有一个房子，那就是模拟工头家。那所以它这里会有个门，上面有门铃，那大
说话有一个回答。那这一区既然叫商店街呢，它自然也有一些商品可以买。不过我是打算把钱留在这个金山钢厂不相关的地方，所以我是没有买这个东西。主要呢来看一下这个咖啡厅，它前面有一个比较贵的咖啡厅，另外后面也有一个不一样的。那我主要是来这边吃一个冰淇淋，然后来这边一定要跟柯南合照一下。之后呢，就是这个百货店蛮多之类的。那我后面则是到这个咖啡厅，简单买个食物，毕竟肚子也饿。那我这边呢，就买一个热狗堡，还有柯南拉花的咖啡。那再来继续往下走，大概还要走一半的距离。哦，这边遇到服部。那这样再走下去，大概也是700公尺。不过太阳是蛮大的，一般人还是需要稍微掂量一下，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会很热，沉睡的小伙。那基本上这一区的路上是没有太多的路树，所以是蛮铺沙。好，终于抵达。那走过来呢，可以看到只是一个大概2层楼高的房子。那外面有怪盗基德、柯南，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阿笠博士的金龟车，非常好的还原。现在要买票入场。那入口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柯南画风的他自己的自画像，这是门票，闪卡的门票。那再来呢，这里就是一个场。主要是展览很多他以前的镇子。我自己呢，就是看了不少春晚，但是不算是非常粉丝，所以也不会。角色是认同，但是不会记得内容是认同。有这个请香港张先生作画的画师，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漫画，销售到世界各地。馆舍内有蛮多这种香港这种漫画的风格，会有一种互动的这一
面墙则是把所有的单行本都展示出来。那走到2楼，这边都有写很清楚的标识，所以不用担心走错。那现在下楼回到1楼入口这里则是贩卖部。继续往海边走，在这个海边，它有一条主要的海边的公路。那旁边这里呢，则是公路的一个休息站，所以这里有一些简单的食物可以吃。开始往回走，本来是想要搭乘公车，毕竟刚刚雕像都是收集过了，不过公车班次比较少，除非时间刚好有搭到，不然其实有点麻烦。大概20分钟左右会回到有2站，不过一样会遇到的状况就是从有2站回到我们回去仓吉，需要去注意这个列车的时间有没有办法搭配到。其实呢，在山阴地区搭车都差不多会遇到2种，就是距离上没有很远，但是搭车转乘并不是很顺畅。所以刚刚回到仓吉站以后，刚刚的北口已经去过了，那现在主要是往南口走。那南口呢，这边看起来是有几家餐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场。在这边有看到一些运动用品店也好，或是餐厅，比较像大创什么的这样的一些店，可以简单的逛一下。那由于我是刚刚吃的比较简单，所以现在要稍微找一下，看有没有午餐可以吃。如果是以东京的角度，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好逛，但是这边有个商场已经不错了。那到这里，最后决定还是吃 KFC 好了，毕竟 KFC 也是圣诞节必吃食物。继续往下走，距离回鸟取的车已经差不多要来。如果没有搭上，下一班又要等很久，所以走快一点。回到车站的南口，准备上车。出发，前往鸟取，结束
上半部的影片。谢谢大家。